2024摄影奇才榜，今年摄影红榜的主题就是给设备做减法。2024年是我器材消费最少的一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精简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新器材。这里涉及到镜头、收音，还有携带旅行的方案，还有后期制作。如果您是个新人，还在旅行视频摄影拍摄这条路上摸索，希望这几样小玩意儿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您放心啊，所有的这些器材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自己的辛苦钱不会收获。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摄影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当然是收快递、拆包装啊！去年我的器材消费减少，但是路费增加，走过、拍过的地方越多，越被现实捶打过，消费呢也越回归理性。摄影科技，我觉得这2年应当很难再有突破。品牌呢，要么是说把某一个性能做到极致，比如像索尼 A7S3 的视频性能，要么就是从现有技术上拼设计，比如像大疆做的越来越小的无线麦克风。今年的器材红榜的产品，咱们就按着产品是什么概念，它解决了我什么问题这么来说。好了，我们开始。第一件就是我今天头顶上的森海塞尔 EWDP 无线麦克风套装，特别是 SKP 卡农口无线发射器，这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件设备。我觉得森海塞尔 EWDP 无线收音的系统，直到 SKP 小手雷的出现，才是最终的完成体的状态。其实这几年的无线麦克风太多了，比它小、比它方便、比它电池续航长的有的是，但是只有 EWDP SKP 卡农口发射器的出现，才让森海的专业地位和别的基于蓝牙无线的产品彻底拉开距离。EWDP SKP 这个小小的发射器，再加上相机机顶上这个接收器，可以把我的416专业枪麦变成无线麦克风。SKP 小手雷它自带 4.8 伏幻象电源，使用 2.5 号电池就能续航大概7到8个小时。我可以在室内用森海416收音，我也可以把它搬到室外，我可以在室外进行录音，我可以把它接上带锁的 3.5 毫米的领夹麦，作为运动拍摄的无线领夹麦。然后它也推得动动圈麦克风，或者想听磁性一点的声音。手雷本身是自带32位浮点录制，还有高达134 dB 的动态范围，也就是说从耳边的轻语一直到飞机起飞都能搞定，安全音轨可以直接录在卡上。它我觉得就是对收音有需求的单兵摄影师基本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想再优化的话 OK， 可以把5号电池换成森海自己的可充锂电，续航时间可以达到更长的12个小时，而且充电方式可以简化为一条 USB 线。我今天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统一了成了 USB-C 口。2024年的红榜第2件设备，索尼的2070镜头。正是因为这支镜头，我出掉了越来越不常用的腾龙1728的超广角，出掉了自从我开始做自媒体又一直用到现在的24105。2070是我2024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支镜头，是旅行题材拍摄的绝对主力。但是真正爱上它的时候是在年初骑行台湾，它跟 A7S3 的组合，方便高效的这个，它是 Vlog 的绝配，焦距覆盖最常用的超广角20毫米。我发现当广角超过20毫米以后，就跟人眼的真实感受越差越远。20毫米的广角如果对着镜头说话，刚好背景的视野宽度很宽阔，而且主体的透视呢非常的舒服和自然。有了它之后呢，我就省去了之前的超广角1728，最大光圈持续的 f4， 配合 A7S3 逆天的12800的原生的高感，旅行中就算是黑暗的场景也刚好可以应付。镜头加上机身，重心呢依然是落在机身上，不会乱翻。斜挎这个姿势不就是咱们旅行摄影师最方便的姿势吗？整个镜头它是在重量、体积、功能表现上极度的平衡。现在这个样子是它旅行 Vlog 的全配，镜头前加一个 Nisi 的1到5档的可变 ND 滤镜，理论上光圈锁死、快门锁死，感光度12800可以拍一切。索尼的数字麦克风，说实话它除了轻，基本上就没有其他优点，听个响而已。这套设备呢，但是无论是您放在斜挎，还是说放在大疆的稳定器上，都是非常的灵巧和实用。2024年的第3件设备
这个我在去南极出发的头一天晚上还在等快递把它送到家门口。PGY-TECH 的摄影拉杆箱，它的设计的概念是一个可以伪装成背包的拉杆箱。都说贵重物品要随身，这句话放在我身上，那就是减配10公斤的贵重物品，满配能到18到20公斤。背这重量要是走一会儿，那绝对一身汗。可是我出差的时候呢，又特别不喜欢用摄影箱。一来呢，上飞机的时候，如果你拖个箱子太显眼，太容易被查，或者是被要求托运。第二一个点就是拍摄的时候，如果你路况不好，像古巴那种石头路，或者是说你上上下下交通工具，那箱子那个小轱辘啊，它的通过性、越野性，那拖着就很麻烦。可要是真是把它放到背包里，它又太沉。PGY-TECH 的拉杆箱可拉可背，路况好的时候，比如像在机场转机的时候，那就拉着走，只要在过安检和上下飞机的时候背一下就行了。您知道这种设计能省着我带多少件汗淋淋、湿哒哒的 T 恤上印吗？可背可拉的箱子之前我也有，比如像 Think Tank 的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系列，我大概用了6年。PGY-TECH 基本上对比它来讲是升级了一个代差，它的自重减重了1公斤，拉杆和背包的姿势转换20秒钟转换，一拉锁就行，更快。而且 PGY-TECH 的细节特别的周到，绝对是真正用户设计出来。我给举个例子啊，4个轮子可以迅速拆掉，伪装这个背包它更像。侧袋特别深，能伸进我半个胳膊。然后你要是插个独脚架或者插个稳定器，它都不会掉。前面的扩展舱巨大，干活的时候顺手塞个外套，伸个反光板没问题。箱子侧面呢还有把手，方便把箱子从行李上拖下来装上去。自带的杂物电池包，方便安检手检，而且这包呢还带锁扣，不怕掉。所以 PGY 的拉杆箱，它可以让旅行的奔波不再汗流浃背那么狼狈。到了拍摄地儿呢，您可以摊开干活，非常从容。现在 PGY-TECH 这个拉杆箱和他们家的收纳包，基本上是我长途旅行收纳的最优解。2024年器材红榜的第4件是我制作 HDR 视频的开始。索尼的 Bravia 7电视，还有 AOC 的显示器 U27D3XM。如果说高亮手机屏是打开了摄影新世界的窗户的话，那 AOC 这个不到700刀的 HDR 显示器，那就是一脚把这个大门给踹开了。只有站在温暖耀眼的 HDR 视频世界的门口，您才能感受到光的宝贵。支持 Display HDR 1000的屏幕，它解决了摄影技术从发明以来摄影3要素光线、构图、瞬间这里边中间第一位光线的问题。摄影技术这100多年都是在纸还有荧光屏上来记录现实，那 HDR 设备的出现，那就是在重现现实。我花了大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的风景，我就应该把它鲜活的捧回去，放在我所爱的人的面前。HDR 绝对是让视频制作者，尤其是旅行类的制作者，试过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 HDR 显示屏这几年的平价化给摄影行业带来的影响会接下来几年显示出来。但是毕竟相机的技术它不可能无限增长。现在轮到把摄影行业中显示的这块短板给拎起来了，但是中间的阻力一定很大。你看啊，比如像基础设备，安卓系统到现在还没搞定说从拍摄、录制、剪辑、显示、传播的这个链路。再说用户环境，调色和 LUT 是摄影的老辈儿和新锐摄影师的技术护城河。你想想，所以咱慢慢来了。我觉得自己用这套系统也不是100%的成熟。你看索尼 HDR 的大件事，没有花钱的不是，除了贵没有缺点。但是有它在呢 ，AOC 的缺点这个显示屏也就暴露了，就是它的色准偏品稍稍差一点点，但是还没有说到这个影响制作的水平。2024年的红榜第5件年度最佳相机没得选，只能是哈苏的 X-100C。近来这台相机呢，几乎贯穿了我很多期的内容，像摩洛哥、日本、古巴、墨西哥，还有像这个南极。但每当有这种颜色细腻、细节丰富的场景，唯一想拿起来相机就是哈苏。没办法，因为作为一台只能拍照片的专用相机，它出片非常出片，而且是用的太顺手了。其实去年在选择这个相机时的时候呢，走了一个小弯路。
我当时脑子一热，在颜值和实用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颜值高的 907X100C， 但是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教育之后，又老老实实回到了实用性更强、带防抖、带取景器的 XD。我也曾经入手过其他专门拍摄平面的相机，比如像索尼家的、徕卡家的、佳能家这些型号，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呀，哈苏的这几个镜头，比如像 55V、75P 还有 90V， 加上1亿像素的这个细腻，符合我个人摄影的恶趣味。哈苏并不是这种很快的连拍，还有它这有点慢的操作呢，也匹配我这种带摄影团和自己旅行时这个拍照的节奏。中画幅这个大的金属疙瘩确实不轻，所以呢，这就是我为啥需要皮带拉杆枪。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贪心，只带2支镜头的话，我觉得它也不会比其他品牌的摄影相机的系统重多少。至少在拍照片数毛的获得感，还有在使用昂贵物品的时候虚荣心面前，这点重量根本不算什么。第6件设备呢，跟摄影无关。Ampflow 电助力山地车入选纯是因为好玩，特别好玩。我发现骑车和摄影是相关性特别高的2个爱好，如果你要是也都喜欢的话，跟着你。Oh yeah. You see that girl? No, stop it, man. I saw it first. My love. Nah, back off, man. Yeah. 在光线里边太牛逼了，就冲这道光，好酷！冲这道光。骑车是我比摄影开始的更早，而且持续的更久的爱好。曾经我对电助力不屑一顾，我说您这是残疾了吗？还得从电动文具上找快感。后来发现肤浅了。有电助力的辅助，我才算是真正领会到打磨骑行技术这个乐趣。人力的山地车啊，基本上注意力都是在气喘、心跳、心率爆表啊，这哪还有闲心注意车的这个响应？我操，这又一只我操！那在这挖，哎，行，你挖洞，你挖洞。自拍啊！不动，澳洲火。骑上电助力之后，整个人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精力完全专注到自己的身体，还有车子状态的细微的那个差别，像什么避震啊、轮胎啊，每一个零件它都在跟你说话。这种体验是前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过瘾。我觉得有点叫上瘾了啊！睡觉前还得琢磨呀，怎么过这感觉，这不是魔怔了吗？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我喜欢上这车呢，也是因为墨尔本周边的山地车的林道还有山道的田地比较好，有它耍，有它施展地方。而且呢，我还遇上了一些玩得到一起的新朋友。还是那句话，玩什么不重要，跟谁玩才关键。放在今年的器材榜里边呢，我觉得它跟摄影无关，但是它跟快乐有关。明年采风摄影，世界各地的这个团友去拍摄最棒的星空纳米比亚，还有说鸟类海洋动物的圣地厄瓜多尔的加勒帕克斯群岛，想来的朋友欢迎关注。2025年还有什么期待的新设备呢？除非人类发明了什么逆天的新科技，我猜也就这样了。我觉得接下来期待的系统常规升级吧，有几个期待新出的装备，我大概捋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台式机 Mac Studio 是不是该有新的版本出来了？还有就是运动相机是不是整体要一个全面的升级，然后再出点什么新的全景相机什么的。哈苏的 XD 系列还缺一支稍微焦距长一点的镜头，我觉得135毫米或者150毫米够用。机顶麦克风就是拍摄 vlog 那种对着相机。2年前呢，那时候2-3年前，那时候一窝蜂的是出了一大堆。今年是不是该有一点什么体积更小，但是音质更好的出来更新一波？无人机 Mavic 3 Pro 算了一下出来得有2年了，手也痒痒了。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充电器。现在我所有的充电设备都是
统一的 USB-C 口充电。要是有一个掌心大小能够输出4、5个高压这个口，我觉得可以优化一波。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聊2024年我自己用过的最实用、最简化过的器材。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设备呢，欢迎在下边给我留言。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大马猫文，咱们下期再见。